大家好，我是小慧，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内容是48岁的男子深夜脑梗离世，忠告晚上5件事不要做或加大脑梗的风险。脑梗死致死率高，发病急。据中国卒中报告2022年的显示，因脑梗死亡的人数占全国居民死亡人数的 22.3%， 相当于每5位的死者中至少有1位是死于脑梗。 90% 的脑卒中包括脑梗塞，不健康生活方式和疾病因素相关。48岁男子深夜脑梗离世。深夜急救车上躺着一个不省人事的中年男子，可能发生的太突然，男子身上还套着睡衣，他的妻子脚上的鞋子左右不对称，在一边痛哭，医生求求你一定要救救我先生。据了解，中年男子姓许，今年48岁，有高血压病史，平日口味也重。事发的当晚，许先生吃了1碗红烧牛奶，还吃了3个咸鸭蛋。饭后，许先生起身，感觉有点头晕，以为是最近工作疲惫，便想着洗个澡就睡。平日洗澡只有10分钟的人，当天洗了1个多小时还没出来，妻子敲门也没有反应，找邻居强行的开门后，发现许先生已经晕倒在地，怎么喊都没有回应。妻子赶忙拨打120，经检查，许先生的血氧饱和度一直下降，是因高血压引起的脑梗。虽然尽力抢救，但还是没能救回他的性命。医生表示，许先生不忌口，3个咸鸭蛋吃下去之后，身体血压已经升高，加上饱餐之后洗澡，血流向全身的加速扩散，可能造成血管收缩异常，血管斑块或血栓可能受到冲击，这些情况下有可能会诱发脑梗。许先生没有注意到这些平常看起来无关紧要的小事，却在悄悄地威胁着他的健康。许先生的不幸是一个警示，提醒我们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在晚上，有些看似不起眼的习惯可能会加大脑梗的风险。脑梗为什么来得悄无声息？脑梗来临前的正常为虚假的健康，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好好的突然就发作了脑梗。人的血管有很强的代偿性，即使血管堵塞了 30%到 50%， 身体都不会有什么感觉，甚至有些人 80% 的血管堵塞还能够如常生活。根据数据的研究显示， 85% 的患者颈动脉堵塞时没有明显的症状，但是从无症状到脑梗塞却发展得很迅速，甚至还有无症状的脑梗死，患者没有明显的脑血管临床表现，然而在进行 CT 或者是 MRI 检查后，却发现有急性、亚急性或者是陈旧的脑梗死病灶。这种病症被称为是静脉性脑梗死，在无脑卒中的症状的老年人群中比例高达 20%。 是个明显表现，警惕脑梗出现。心血管疾病严重威胁老年人的健康，而其中难以预测的急性脑梗死发作可能会造成患者偏瘫、失语，还有些人在不幸中逝世。因此，当身体发生以下几种症状，就要提高警惕，特别是有高血压病史或者是本身有过脑梗死、脑出血的患者。头晕头痛。突发性的头晕头痛，患者看东西时感觉在旋转，就一定要警惕可能是脑出血引起的，应停止手上的行为，躺好坐好，并且测量血压。语言不清。有些老年人一觉醒来发现自己说话不利索，表达不清晰，以为是着凉或者是睡眠质量不好导致的，但也有可能是脑梗死影响大脑的语言功能，引起说话不利索。肢体麻木。当发生肢体瘫痪时，很多人都能够联想到脑梗，但其实还没有发生瘫痪前，肢体就可能会产生蚂蚁爬行的感觉。视力模糊。有部分脑梗患者会出现视力模糊，老年人都以为是青光眼、白内障，往往忽视，还可能伴随着难以吞咽、喝水呛咳的症状。想要预防脑梗，关键是要控制危险因素，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因此，有5件事晚上不要做。熬夜。2012年刊登在英国医学学会会刊的一篇涉及
201万人的荟萃。分析显示，熬夜工作不休息可增加 5% 的脑梗风险。当睡眠不足，大脑代谢废物清除下降，炎性的物质水平增加，自然就会触发风险。不规律的睡眠模式，如晚睡、睡眠中断等，会干扰生物钟，影响血压调节，增加脑梗的风险。保持规律的睡眠习惯，确保每晚7到8个小时高质量的睡眠，对于预防脑梗塞至关重要。2. 不要吃太饱。现代的社会由于工作压力和生活节奏的加快，不少人的晚餐习惯逐渐偏向于过量摄入，其在职场应酬中更是如此。晚餐过饱不仅会增加肥胖的风险，由于晚间的活动量减少，过多的热量摄入容易转化为体内脂肪。此外，晚餐吃的太多会给心脏带来额外的负担，特别是当摄入高脂肪、高胆固醇的食物时，心血管疾病的危险也会随之提高。过多的食物摄入还会使血中的脂肪和糖分水平升高，干扰血液循环，从而增加脑梗等循环系统疾病的可能性。晚餐过饱还可能会影响睡眠质量，让消化系统在夜间过度的劳累，导致失眠或者是睡眠不深。为了避免晚餐过饱，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措施。首先是控制晚餐的分量，遵循7分饱的原则，使用小盘子可以无意识地减少食物的摄入量，戒嚼慢咽也有助于增加饱腹感，从而避免过量进食。其次，均衡饮食也非常重要，多吃蔬菜和全谷类的食物，这些食物富含纤维，有助于提前产生饱腹感，同时限制高脂肪和高糖食物的摄入。此外，尽量在睡前3个小时完成晚餐，避免临睡前进食。如果晚上真的饿了，可以选择一些低热量、高纤维的小食，如水果、酸奶等。3. 生气。欧洲心脏杂志的一项研究显示，在愤怒情绪爆发后的2个小时后，心脏病发风险会增加5倍，脑梗风险增加3倍。人在精神压力下会通过压力激素来促进体内的白细胞迁移，特别是动脉斑块，高含量的白细胞可能导致斑块不稳定，并促进其破裂。因此，学会控制情绪，保持良好的情绪状态，对于预防脑梗至关重要。控制情绪的方法有很多，首先可以通过深呼吸、瑜伽或者是冥想等的方式来放松身心。这些活动有助于减少身体的紧张感和情绪的波动，帮助人们在面对压力时保持冷静。其次，积极的面对问题也很重要。当遇到困难和挑战时，尝试冷静地分析问题，并寻找解决的方案，而不是让情绪失控。与家人、朋友或者是专业人士交流，分享自己的感受和困扰，也是一种有效的情绪调节方式。社会支持是缓解压力、改善情绪状态的重要资源。4. 不要过度劳累。首先，过度劳累会导致交感神经系统的激活，这是人体应对压力的一种方式。交感神经系统的激活会引起心率加快和血压升高，这2种生理反应都是为了增加血流量，确保身体活动需求得到了满足。然而，长期的高血压是脑梗塞的一个重要危险因素，因为它会对血管壁造成持续的压力，导致血管损伤、硬化甚至破裂，增加血栓形成的可能性，最终可能会引发脑梗塞。其次，劳累还会影响到内分泌系统，特别是促进应激激素如皮质醇的释放。皮质醇水平的长期升高也会导致一系列代谢的问题，如血糖升高和胰岛素抵抗，这些都是脑梗塞的潜在危险因素。此外，皮质醇还会影响血脂水平，增加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这是引起脑血管疾病的一个关键因素。过度劳累还会导致人们的生活习惯恶化，如不规律的饮食和睡眠模式。缺乏充足的睡眠会干扰身体的代谢功能和内分泌系统的平衡，增加心血管的风险。同时，劳累的人往往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进行体育锻炼，这是预防心血管疾病的一个重要方式。最后，长时间的精神压力和劳累还可能会导致抑郁和焦虑等的心理状态，这些心理因素已经被证实与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有关联。建议重视工作与休息的平衡，晚上应该是放松和恢复的时间，
简单的活动，如散步、短暂的阅读或者是轻柔的音乐，可以帮助身心放松，减轻压力。5. 吸烟喝酒。据中国脑卒中防治指导规范2021中指出，吸烟会使缺血性的脑卒中风险增加 90%。 而一项针对我国男性的研究发现，大量饮酒的人脑卒中发生的风险比少量饮酒或者是不饮酒的人增加了 22%。 最安全的做法就是不喝酒。许先生的不幸提醒我们，健康是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这样的行为不仅针对脑梗，养成良好的习惯也是提高生活质量、预防其他疾病的关键。生活中谁也无法预计脑梗何时降临，我们只能提早的干预，及早发现病情，及早控制。好了，朋友们，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也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我们下期见。